主席，我記得公布預算案當日，我送咗一句歌詞俾財爺，爭取領錢就要敢跨出腳步。冇錯，今次預算案呢，望落去係好四平八穩，各階層都派又有掌聲，但係呢，就唔係咁覺得佢跳出咗框架啦。甚至有人話呢度派啊，嗰度派啊，財爺佢哋講啊，是但邊個做都得啦咁樣。主席，我對財爺嘅功力咧係有啲期望嘅，聽聞都係好打得，又識打劍又識打功夫啦。我當然希望佢行前啲，俾啲勇氣跨前，幫香港超前啲。我想講幾方面。第一，我希望財爺落實到又唔好得個講字嘅，當然係美食車啦。上星期我喺天橋底搞咗個墟市，特登做咗架司長想做嘅美食車，不過得個外表，仲用咗財爺你做咗個 logo， 幾受歡迎啊！我想同財爺講，呢個構思好好嘅，社會反應都好好，仲有10幾個食肆嘅老闆好有興趣，問緊我係咪幾十萬搞得掂啊？因為呢，佢哋一個月都交緊20萬租金。佢哋都好希望呢件事能夠成功嘅，可惜喺有次問財爺，財爺就唔肯孭起呢個責任，又交咗俾蘇局長。點解我揾財爺你負責呢？好簡單，喺官員嘅權責未分嘅情況之下，要做到一部100%能賣食物嘅車輛係有困難。單係食環署、運輸署同消防處嘅牌照已經要過幾關斬好多仗。而我哋擺放一部唔賣得嘅食物嘅美食車俾財爺你參觀呢，就係話俾你知，只要提得出嚟嘅概念，如果冇實際做得出嘅決心呢，冇解決官僚程序，美食車可能永遠都係個報警版。既然財爺提出咗一個好嘅建議，我哋就希望跳出框框，跨出腳步，就要承擔你責任，喺各級以上作一個指揮。如果冇呢，我好悲觀嘅，唔好俾部門互相卸責。如果連一部美食車都搞唔掂，其他嘢我就覺得我哋都唔使講啦。既然規管鹽同糖都可以成立一個委員會去管理，美食車係涉及到旅遊、飲食業、創意產業、年輕人創業等好多範疇，理應係值得政府認真看待。第二個我想講，想財爺你跨出腳步嘅，就喺區市。尋日咧，我出席咗立法會由朝頭早開到夜晚嘅小販政策小組委員會，有好大嘅發現，有100幾個團體嚟，而當中我發現咗咧，係列席嘅官員咧係唔知我哋講乜嘅，亦都唔識得做嘅。當喺傾嘅過程當中咧，有啲飯商走過同我講，嗰個好似仲係工會添，閒姐呢班人管小販得啫，拉小販得喎。你講小販政策，佢完全答唔到我哋要問問題嘅。其實點解香港永遠都係依靠單單嘅一根草呢？例如我哋喺困難嘅時候就單靠自由行呢？點解香港唔去認真發展多啲元素經濟呢？作為財爺熟悉嘅美國，好早就有二元經濟嘅理論，即係話主流經濟係一元，另一元就解決啲基層就業、基層佢哋揾食嘅一個好重要嘅另一元經濟。我最唔開心嘅係上屆政府乜都唔做，以為靠自由行過咗一關之後就不思進取，並冇把握機會，乘機重新規劃香港經濟發展。結果搞到今日呢，香港單產業化嘅問題非常之嚴重，我哋嘅經濟繼續高度依賴金融、地產同服務行業，咁樣發展嘅係咪健康呢？係咪可以持續呢？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。過分依賴某啲產業對一個社會嘅經濟發展係絕對冇好處嘅。除咗係因為咁樣會令我哋嘅經濟發展係穩定性降低，更重要嘅係基層市民根本唔會，亦都做唔到從中分享到經濟發展嘅成果。要改變依靠呢啲唔健康嘅發展模式，唯有認真推動多元嘅經濟發展，透過產業嘅多元化，為香港經濟發展輸入更多支柱。呢個問題工聯會講咗10幾年啦。我想指出，所謂多元經濟發展同產業多元化，唔係淨係搞乜嘢幾大產業就夠，
亦唔應該只限於發展所謂嘅高端高增值行業。今日我哋更需要嘅係反璞歸真。唔少嘅人，唔少後生仔，唔少基層嘅人，佢哋去到好希望呢個社會有空間俾佢哋發展另一元經濟。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借呢股風呢去重新去推動翻香港呢方面發展，支持一啲係咪過去幾十年受忽視但十分有經濟價值嘅產業。我特別強調呢啲產業都利於我哋嘅基層、中間嘅有創意嘅等等人呢一啲就業嘅產業。我想講，特別係一啲促進基層經濟活動行業，我就希望政府喺呢方面係真係認真思考。因此我喺舊年就做咗個研究，就將我咁多年研究啲小本經濟、創業產業有關等等，包括農業在內，做咗個叫街頭經濟。好似上星期財爺出席嘅墟市，當中好多有創意年青人都把握機會，到場為自己手作工藝品試試反應，真係幾靚啊！各位同事，唔錯㗎。香港嘅後生仔創意好大，佢哋都講好希望有機會多啲有啲擺賣機會。呢種小本而又實際幫助到青年人工作，本應該係政府嘅責任。我希望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喺參觀過昨日嘅活動時候呢，參觀過上次活動時候呢，能夠詳細考慮並且大力推廣，給年輕人一個機會嘅同時，亦給政府衝出自己固有思維，話唔定呢個係一個同年輕人修補關係嘅機會。第三樣呢，我亦都希望財爺呢要跨大一步，呢個當然係我一直做咗幾十年嘅退休保障。財政預算案嘅143段同146段提及退休保障，並預留500億元承擔呢方面工作。對於呢500億元嘅撥款，我同埋民間爭取嘅退休保障嘅人呢都係歡迎嘅。但對於司長演辭嘅說法，我卻難以認同，因為而家周永新教授已就全民性嘅退休保障提出詳細研究，同時亦都提出咗可行、合乎需要嘅方案。而家社會上其實要做嘅就係周教授嘅方案作討論，去諮詢共識，而唔係再爭論定咩方案。我哋琴日開退休保障小組事宜，就同我哋有關負責局長張建宗拗咗2個鐘頭，講嚟講去都做翻20年前嘅嘢。我哋覺得係咪拖延時間呢？小組又小組，小組又小組，諮詢又諮詢。我哋話周永新教授個方案到底去咗邊呢？即係覺得好奇怪嘅。唯一一個解釋就係正想拖。我覺得對於司長一個如此開放人，如果沿用啲古老嘅觀點嚟睇退休保障，我覺得失望嘅。可能你認為歐洲有啲退休保障拖垮經濟，我覺得要深入研究下。世界上有好唔同嘅退休保障，實在要研究。特別我想強調，香港嘅3個嘅窮人裏邊有1個係老人家。呢個事實嚟嘅。如果今日我哋未雨綢繆做好退休保障呢，若干年來、若干年後，我哋香港就好多老人家都要排住隊去攞長者生活津貼嘅綜援。你估佢哋想咩？佢哋唔想噶嘛。所以我希望點樣做好呢方面呢？係應對我哋人口老化，應對貧窮嘅長者。最後我想財爺再走前啲，就係稅。稅呢，就係我遇過唔同嘅財政司。真係好多時遇到呢，都有時都幾唔開心嘅，有當勞啦，有唐統啦，而家我哋嘅財政司啦，咁呢就財政司又再提翻啲舊調，就提到商品及服務稅，即係 GST， 即時引起社會各方嘅猜疑，猜想財爺係咪想開徵 GST 呢？工聯會就要反對開徵呢個稅項嘅。有人認為世界各地普遍都有呢個開徵銷售稅，為何香港唔可以開徵呢？首先，香港作為一個特區，我哋嘅地方呢，我哋無需向中央繳交任何嘅款項，而香港呢，就只有700幾萬人口，我哋自給自足有餘，25000多億嘅外匯儲備，8000億財政儲備。可見我哋喺財政上係幾穩定啊！第二，香港嘅稅收制度欠缺咗從呢個垂直公平嘅原則，
除咗薪俸稅有累進嘅性質，其他稅項都唔能夠發揮我哋能者多付嘅原則。就以呢個利得稅一個稅階啫，我哋嘅薪俸稅係好多稅階，我哋有稅值公平，利得稅係冇嘅，講咗好耐，講10幾年。香港係冇財政嘅增值稅，亦都冇呢個股息稅。如果有股息稅，呢輪政府收更多錢。冇土地嘅閒置稅，我哋一路講咗好耐，提咗好多具體方案。好可惜，政府一直喺處守住嗰種原來固有嘅理財觀念。我就覺得希望財政司呢係能夠諗諗香港稅制上，而且我哋睇到好老實講，唔知點解呢，好多人就話都係幫緊有錢人嘅。我覺得呢個問題就唔係話我淨係咁講，客觀上亦都係嘅。我好多時去居民大會，當大家講到呢方面就問點解遺產稅取消啊？問好多啲問題，即係佢哋話我哋邊有遺產啫？點解唔諗一啲其他嘢，要打我哋主意呢？我哋覺得面對今日嘅社會貧富懸殊現象，正正反映咗我哋稅制係冇起咗稅制應有功能，係可以幫我哋嘅社會上令到個貧富懸殊係能夠做啲工作。如果冇嘅，香港稅項唔多，但我哋高地價嘅政策，每個市民已經喺住屋處付出咗大部分儲蓄，奉上咗大部分嘅收入，等同付出咗高昂嘅地產稅。我哋生活嘅每一方面，包括住屋、購物、娛樂，一切娛樂活動都包括咗地產稅。喺呢方面可以逐樣講，不過今日時間冇嘅，我就唔能夠詳細講。呢啲情況在樹，普羅大眾都感受到。邊個話我哋冇交稅啊？好多嘅側邊嘅好多稅呢，佢哋覺得我哋交緊嘅咁講。咁我覺得成個政府諗，千祈唔好再諗呢個有關嘅商品銷售稅。如果真係開呢個GST 咧，就要開徵一項叫市民更苦嘅稅項。嗱，呢個唔係我講嘅，主席，係市民同我講㗎。因為當我落開居民諮詢大會咧，佢係咪想我哋更加慘啲啊？買嚿肉又要稅，咁係稅點得啫？咁就好有意見。呢類嘅稅咧，不論貧富，我哋人人都要交。我哋過去喺每一次爭拗嘅時候咧，我哋作為我哋嘅工會，作為好多打仔嚟講咧，都再講出咗，如果要運作，最後咧最受害嘅就基層市民。對於富裕階層咧，老實講，有冇銷售稅佢都可以輕鬆消費，但對於普羅大眾嚟講，真係一食一住全部要削。我覺得如果要真係推咧，會更加嚴重咁樣去增加個貧富懸殊。當然好多經濟學者講啦，話香港稅就太窄，所以開徵銷售稅嚟解決。佢哋有冇諗下，到香港喺咁嘅狀況下，我哋基層市民再擔當一個冇稅值公平原則嘅稅制，就只有挑起社會民憤。每一次都係咁樣嘅。我想再強調，香港貧富懸殊已經係世界第一，堅尼係數已經去到0.537。如果實行呢個銷售稅，只會令貧者越貧。稅訂立嘅目的係要達到資源分配、資源再分配，讓有能力嘅人可以付出多啲，而唔係壓榨中層同基層市民。我哋已經為地產付出太多，無數人已經叫苦連天。我哋透過啲間接嘅，實際我哋俾咗好多呢啲稅出嚟，點解仲要喺度搞呢個稅出嚟呢？雖然呢，我剛才開始講，我對財政司係有期望嘅。似乎我今日連講幾點都話財爺咧係冇跳出個框架，但財爺今次派啱晒，好多都係好開心嘅。我先講下基層，佢哋就話好驚公屋冇租金嗰個寬減，咁你就好驚。咁後來有咧，佢哋都開心嘅。佢哋再三講，我哋冇雙重嘅福利，唔好亂咁嚟。咁呢方面我冇時間講詳細。咁就基本上開居民大會，聽市民講財爺。你呢個財政預算係得到支持好多嘅，當然亦都有唔少意見啦。但總嘅嚟講，我覺得都係好嘅。但係點都好啦，我就希望咧，政府喺方面咧係我哋支持咗呢次財政預算，但都要諗下香港開展另一元嘅經濟，令到香港嘅就業環境，令到啲有夢嘅人，令到啲基層嘅人係能夠喺生活上透過佢努力有份工去賺到嘅生活。琴日我哋嗰個公聽會嚟咗100幾個關心飯商。
我都好奇怪，有後生有年紀大，有基層有團體，呢個在值得政府關注嘅。多謝主席。